走了。怎么还想孤送佛送到西，把你送回北狄？飞西还是的，要不是你，我至于沦落到被人追杀吗？江赤心，你给我等着，回去我就向齐国宣战。恭候大驾。这不痛不痒的态度给多吉气得不轻，挥着马鞭头也不回的走了。妈呀！遇到点意外，来得晚了些，差点没赶上。我说饼洋子，你都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，你逞什么能啊？我又不是找不到回去的路。不妨事，你离开，我总是要来送的。毕竟下次再见不知是何时。我带你去见个人。婷婷，我来看你了。你可愿跟着我？我不能保证别的，但是跟了我，总不会让你受人欺负。娉婷目光微动。殿下，我想学武。学武是要吃苦的，你这样娇滴滴的小娘子，受得住？我不怕吃苦。娉婷自知生来卑贱，不敢肖想殿下，也不愿殿下为难。你的命就这么轻贱吗？为了旁人要死要活，那当初我救你是做什么？如此，你可知道我为何要疏远你？我最近新学了一支舞，名叫鹧鸪舞，殿下可想瞧瞧？我愿意替殿下分忧，前往大庆。上元灯节，他曾承诺要去看他，但身份败露来的猝不及防，他最终还是没能赴约。没想到再见竟是这样的场景，生死相隔。娉娉，殿下身份败露，如今已被圈禁起来，恐怕时日无多。我会给你们一笔钱，从今往后你们便是自由身，可去留随意。这是那人的意思。现人的沉默是最好的回答。娉婷心中悲凉，他该庆幸吗？即便在这样的处境下，殿下也为他们想好了出路。我知道了。从被殿下救下的那一日起，他就已经做好了万劫不复的准备，能为殿下而死，也算死得其所了。三皇子恰好让他设计迟宴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实在是再好不过的时机。三皇子恰好让他设计迟宴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实在是再好不过的时机。迟宴是意外被卷进来的。娉婷虽然抱歉，可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娉婷的死瞬间掀起了燕京时局动荡。远在齐国的曾志京明白了他的意思，悲痛之际，他很快振作起来。他找到江衡，向他允诺可以将自己在大庆的势力移交给他，不过必须他亲自去大庆一趟。在看到了这股势力的影响后，江衡果然心动，主动说服父皇留他一命，让他发挥最后的价值去和亲。如此，江志京才有从那个牢笼逃脱的机会。我没想到他会这般决绝，没有给自己留余地。娉婷是会浮水的，真是个傻姑娘。人在濒死之际，很难克制求生的本能。娉婷那时候又在想什么呢？他不得而知。人死不能复生，活着的人总要向前看。江衡死了，你还能回齐国吗？若是在齐国，我想对他动手还没那么容易。可谁让他贪得无厌呢？又蠢又贪，死了也是活该。回自然是要回的。要不要我派人？不用，你先过好4期，我另有打算。我该走了。下次见面是什么时候？可能是我称帝的时候吧。卞阳子，你也要努把力，争取活到那个时候啊！去。好，没什么好担心的，他可是江志京啊。陛下，人没能看住，北狄皇子和齐国公主跑了。陛下息怒，一群饭桶，将看守的人全部处死。是。小福子，你说这宫里
有多少人盼着朕死？陛下何出此言呢？您是九五之尊，谁敢生出这种大逆不道的想法？不敢吗？朕看未必呀。老三人呢？还在诏狱关着呢。臣参见陛下。起来吧。迟燕，你可知朕为何要见你？陛下是想询问案子进度？老三招了吗？不曾。三皇子拒不承认，还吵闹着要见陛下。你觉得此事是否真是老三所为？没有确切的证据，微臣不敢妄言。赐毒酒吧。迟燕，见过三皇子。哼，事到如今还如此惺惺作态，你心里肯定很得意吧？这话倒是奇怪，我与殿下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殿下落难，我又为何要得意？还是说，殿下曾做过什么对不起我的事，所以心虚了？你什么意思？需要我提醒殿下吗？娉婷，原来你早就知道。哼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知道又如何？难不成你还能拿本宫怎么样？殿下猜得真准呐！实不相瞒，我今日就是来送殿下上路的。切，你少吓唬本宫！燕行舟瞳孔骤然一缩，眼底划过浓烈的不敢置信。我不信，父皇不可能这样对我，你们在吓唬我！殿下，臣怎敢用这种事开玩笑？这的确是陛下的意思。殿下，您不相信迟大人的话，总该相信奴才吧？李公公，莫非这真是父皇的意思？不行，本宫要见父皇，父皇一定不会这么对我的。滚开！你们想死吗？本宫要见父皇。殿下，您就安心上路吧。燕行舟拼命挣扎，但还是有不少酒水灌进喉咙，他面色逐渐变得灰白。进宫复命吧。什么？三皇子被陛下用毒酒赐死？别说你了，我也不敢相信。如今整个朝野上下人人自危，这也太突然了。陛下连见他一面都未曾，就这么草率地定了他的罪。你确定亲眼看到他咽气了？我亲眼见他毒发，没气了才离开的。经此一遭，陛下的性子愈发令人捉摸不透了。母亲倒是贤良大度，放任那两个狐妹子迷了父亲心窍，怕是有无父亲生育吧？二妹慎言，倘若姨娘就是狐妹子，你将方姨娘置于何地？父母的事，咱们做子女的本就不好插手。你若是对此有意见，大可以去找父亲，找我撒什么气？我还能拦着父亲不让他去姨娘院里不成？还是长姐心大，若是再多几个弟弟妹妹，长姐和三弟又能有什么好处呢？不强，我这人就喜欢热闹，想来阿慈也是不介意的。你大姐姐总是这样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，倘若有朝一日祸及己身，不知大姐姐是不是还能像这样沉得住气？二妹好像意有所指啊。感慨罢了，时辰不早了，我就不叨扰大姐姐了。小姐，二小姐这是又起了什么坏心思？谁知道呢？你有没有觉得沈西薇变得好看了？听小姐这么一说，好像是有点儿。我倒是听说过，有种药能让女子变美。还有这种神药？不过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，长期服用此药会导致不孕。若是与其有了肌肤之亲，长此以往，男子也会绝嗣。二小姐这是疯了不成？说她当真服用这种药，那她自己以后不是也不能？说她本来就不能怀孕了呢？他想不通，三皇子怎么就死了呢？分明前世一直到他封侯拜相，对方都还活得好好的。这种事情再度脱离控制的感觉，让他深感危机。他自以为重活一世，他掌握了先机。那夜，他遇到四皇子，在察觉到对方动了杀念的第一时间，便提出了交易。若非如此，他怕是已身首异处。谁？世子总算是回来了。你怎么过来了？世子不愿见我，我只好主动来赔罪了。我很累，没工夫陪你玩这些。从前是我不对，可我也是太在乎你了，不是吗？
子豪，你还不肯原谅我吗？屋里燃着香，味道有些甜腻，让人头脑不清醒。他灵活的指尖勾上他的衣带，池景玉最终还是没有推开他。床子间，池景玉一言不发，态度始终不冷不热。他有多么爱他，就有多么恨他。既然招惹了他，心里还装着别的女人，他已经在地狱了，池景玉又怎能独善其身呢？阿姐，不是说不来吗？放了一天假，索性也过来瞧瞧热闹。阿姐，你看不见我吗？你这么大个人杵在这儿，怎么可能看不见？好啦，别堵在这儿了，都进去吧。这里是长公主府，行事要谨慎，不可意气用事。知道了，阿姐。放心，我会看着他。谁要你看着？我又不是3岁。唐宁，我这儿有位置。抱歉，清旭已经帮我占了位置。我们何时变得这样生疏了？唐宁，你这是……你可曾听过一句话？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唐宁，我不明白你的意思，是我哪里做错了吗？没什么，只是好心提醒，亏心事做多了，总有阴沟里翻船的时候，你说对吧？方才你跟江小姐在聊什么？叙旧罢了。怎么样，心情紧张吗？我紧张什么？是不用太紧张，毕竟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事事无绝对，太子殿下那边……我有件事一直没告诉你。今年送你的生辰礼，就是那副古棋谱，其实是太子殿下送你的，我只是代为转交。殿下担心你不愿意收，这才假借我的名义。顾家家规极严，顾清旭也是个小古板，不想给他压力，燕怀这才拜托沈唐宁帮忙。主兄，你这脸老挡着做什么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吗？没什么，最近不太方便见人。你的嘴怎么肿成这样啊？哎，不慎被蜜蜂蛰了2下。这也太豁得出去了吧！肿成这样，你该不会是偷蜂蜜了吧？还真让你尝到甜头了。公主何故发笑？难道公主心中已经有了心仪的驸马人选？倒还是真有一个。沈唐宁眼皮莫名跳了跳。如此好景，只是赏花未免无趣，不如来场比试吧，就让各位小姐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。又是展示才艺，我哪有什么才艺？随便糊弄2下。你不是会弹琴吗？那还真是献丑了。琴棋书画他样样都会，但样样不精。顾姐姐有什么打算？作画吧。怎么样，还不算丢脸吧？好听。此曲只应人间有。谢谢，我有自知之明。顾清旭神情专注，已经开始作画，看起来游刃有余，动作行云流水，众人都在安静的欣赏。时间到，顾清旭也落了笔，瞥见什么，突然脸色变了变，他不确定地摸了摸画纸，眼底闪过一抹愕然。怎么会这样？顾小姐，殿下让你将画展示给大家看呢。众人都看了过来，他骑虎难下。怎么是白纸呀？他没画吗？不对呀，我方才明明看见顾小姐画了的。这是有人做了手脚。臣女，其实这是顾小姐故意设计的巧思。池少夫人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还请殿下让人打一盆清水来，一切自会揭晓。又是他。清水打来了，然后呢？只需把画卷浸泡在水里即可。池景玉紧紧盯着沈唐宁的身影，眼里有错愕，有激动，有恍然。原来是这样，他无意间瞥见池景玉的神色，不是，这厮激动什么？将画卷放到水里，那画不是毁了吗？就是啊，这样真的可行吗？宁宁总不会害他，竟然真的可以。这纸张防水不错，浸满了水也只是变得湿润厚重。竟然真的有嘞，这也太神奇了吧！这是怎么做到的？回殿下，这是因为作画的墨中掺了白矾，待墨水干了之后，墨迹便会一同消失，只有玉水才会显现。说来讽刺，这个方法还是他从池景玉那里得知的。难怪这一世一切都变了，难怪唐宁对他避之不及。原来
他也回来了吗？池景玉心中说不出的滋味，只想现在就找沈唐宁问个明白。以前发生的事儿都是他的错，他可以解释。这人别是又打上他媳妇儿的主意了吧？众人恍然大悟，纷纷夸赞起顾清旭心思灵巧。其实，殿下，其实顾小姐是被人设计了。哦，方才我那样说，既是为了给顾小姐解围，也是为了让那人放松警惕。您这么说，是已经有了怀疑对象？不可能的，我没有亲自动手，就算是查也查不到我头上。这么说来，你已经知道设计顾小姐的人是谁了？自然。江小姐，你的贴身侍女去哪儿了？这才发现他的侍女佩云不见了。那丫头向来贪玩，许是跑到哪儿去了？宁宁，你这是怀疑我？众人顿时露出八卦的眼神。这两人从前不是好姐妹吗？今天唱的这是哪出戏啊？不是怀疑。殿下，池少夫人的侍女发现这人行迹诡踪，与府中的家丁私下会面，察觉不对，便告知奴婢。奴婢审问之后才得知，这家丁被人收买，竟然偷换了顾小姐的墨。设计他的人竟然是江清月，没想到沈大小姐找上他，竟然要他帮忙做假证。这丫头使唤起他的人倒是还挺熟练。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本宫府里私相授受！奴婢没有，奴婢是被冤枉的。殿下，臣女从未吩咐侍女做过此事，还请殿下明察。你来说，如果有半个字假话，殿下饶命啊！是江小姐的侍女说要顾小姐在众目睽睽之下出丑，又给了奴才一笔银子，奴才这才鬼迷心窍啊！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看不出来他竟然如此狠毒。贪龙附凤不可耻，但算计别人，这就是品德败坏了。他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形象，全在今日毁于一旦。敢在本宫眼皮子底下耍心机，这德行败坏的女子，本宫是断断容不下。不，殿下，臣女是被冤枉的。殿下，来人，将此女撵出府。江小姐，请吧。顾小姐受了委屈，尹芳，将本宫内盒东珠拿来送给顾小姐。殿下，这太贵重了，臣女受之有愧。收着吧，你在本宫府里吃了亏，本宫理应做出补偿。臣女谢殿下赏。一出闹剧平息，燕怀皱着的眉头这才松开。尽管发生了这一小插曲，宴会却是要继续的。等各位贵女展示完才艺，长公主叫了包括顾清旭在内的2位贵女上前，并赠了一株芍药。这么开心啊？当然了，皇家规矩大，听说宫里要派嬷嬷教导礼仪，要是学得不好，还要用戒尺打手心。现在高兴啦？你们就别笑话我了。对了，妮妮，方才多谢你替我解围，不过你怎么懂这么多呀？就是，我方才听的都是一愣一愣的。那什么白矾，当真有这么神奇？我回头也要试试。从前偶然在书中看到的。元安公主今儿倒是挺安静的呀。看了眼柳姨父的方向，对方正专注地吃着瓜果点心，旁边的人凑过来谈话，偶尔应和几句，而云安公主似乎也没注意到柳姨父。到底是经历了变故，人也稳重低调了不少。云安可有中意的驸马人选？方才他已瞧见楚明玉听了劝，将自己那张脸折腾得惨不忍睹。如此一来，云安公主未必看得上他，而柳姨父不出意外，还是会将他那个传说中的未婚妻搬出来做借口。姑姑，我看中谁都可以吗？只要不违背人伦道德，你是公主，自然可以。有了姑姑这话，我就放心了。沈小公子年少有为，又是这一届的探花郎，配本公主倒是堪堪够格。池少夫人，你觉得如何？公主，沈慈她年纪小，性子毛毛躁躁，为人处事还有很多不足，恐配不上公主千金之躯。你说的这些都可改，本公主不介意。可是你也说了本公主千金之躯，难道按照自己心意挑选驸马的权利都没有吗？又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可惜为了避嫌，距离有些远，他也没听见那头的动静。是不是阿简云安公主又找阿简麻烦了？殿下，原来是四皇子救急发作，竟咳了血。来人，将四皇子送回府，传太医来。众人不由看了眼方才也收到花的洛家三小姐，眼底隐隐透着同情。四皇子这身体能不能熬过今年都不知道，这洛三小姐真要嫁了过去，岂不是等同于守活寡？今日的赏花宴就到这里，大家可以自行离去。这下可有好戏看了。本公主这就进宫向父皇请旨赐婚，沈家应当不会抗旨不遵吧？殿下说笑了。哼，那就好。
妮妮，你还好吧？没事。阿姐，是不是元安公主又找你麻烦了？太过分了，公主就可以随便欺负人啊？放心，阿姐不会让她欺负你。啊？不是，怎么成欺负她了？少年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胡说什么？她的好日子还没开始呢。你要当驸马了。难怪阿姐这么生气。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和沈慈有关？元安公主要阿慈做驸马。你先别急，这事儿不一定成，我们一起想想法子。你看日落下昏黄前，一抹烟归向南方。你能否？我父亲那边是指望不上了。那你有什么打算？外祖父倒是有这个能力，但这事儿谢家不能搅和进来。要不明日我先进宫试探一下陛下的意思。还有个办法。什么？要是元安公主出了什么意外，那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当然，那是下策。你要嫁沈慈？朕怎么之前从未听你说过？你对沈家小公子有什么印象？父皇，缘分之事本就玄妙，儿臣今日一见沈家小公子，顿觉得惊为天人。况且他年少有为，儿臣下嫁也不算是失了皇家颜面。儿臣若嫁到沈家，还能帮父皇牵制谢家，这岂不是两全其美？这话是谁教你的？儿臣自己猜的。后宫不得干政，这样的话，以后不要让朕再听到。那赐婚也是。好了，此事朕还需要考虑考虑，你先退下吧。公主的提议，陛下意下如何？也不是不可行。你现在就进宫，说咱们儿子已经订了婚约。你这是让我欺君？上哪儿找这么一个人？你当真陛下那么好糊弄？那你就什么都不做，等着宫里的圣旨下来吗？陛下也未必就中意咱们儿子，没准儿是咱们自己吓唬自己。倘若赐婚圣旨真的下来了呢？那也没有别的办法。难道你还想让我抗旨不成？那可是要掉脑袋祸及全家的。阿慈可是你亲儿子，元安公主是个什么性子？真要是让她嫁了进来，咱们家还能有安生日子？我当然知道阿慈是我的亲儿子，换个角度想想，多少人想上公主还没这个机会。够了！你愿意卖子求荣，那就将这样的好事留给房姨娘肚子里的孩子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在同你讲道理，你不要胡搅蛮缠。父亲，母亲，你们别吵了。如果元安公主真看上了我，那就娶呗，反正……阿慈，你老人家不是总想让我早点成家立业吗？这会儿应该高兴才对。告诉魏姨娘，让她可以行动了。她弟弟的病，本夫人替他治。这可是沈昌逼他的，他既无情，就别怪他无义。你别急着动作，宫里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。我有分寸。三皇子死了，丽嫔困于冷宫，云安公主最大的倚仗无非只有崇德帝一人。若是能想法子让他被厌弃，
昨儿个云安来找朕，说是与沈家小公子都是颇有眼缘。谢太师，说起来沈小公子也是你的外孙，你觉得朕若给2个小辈赐婚的话，如何？公主能看上沈慈那小子是她的福气，若是能与陛下结亲，老臣自然是喜不自胜。不过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这事儿还是要问沈大人的意思。这老家伙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提起他呀？不愧是阿宁的祖父，这招以退为进，祸水东引，倒是要让陛下忌惮几分了。沈尚书，你觉得如何？公主能看上犬子，自然是犬子的荣幸。陛下若有赐婚的打算，微臣这就回去让家中备好聘礼，让公主风风光光过门。不仅答应的痛快，甚至还有几分跪舔的意思。若是这2家露出丝毫的不情愿，他都有发作的机会。也罢，朕这个小公主成日里想一出是一出，朕都拿她没法子。赐婚的事先不急，朕看不如先让2个小辈接触了解一下，毕竟是婚姻大事，也不能太草率。方才不还好好的吗？怎么如今又改了主意了？果然是地心难测呀。那就按照陛下的意思。崇德帝的心思也好揣摩，他这人容不得别人忤逆，但同时倘若太顺着他，以他的多疑也会瞻前顾后。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，阿慈那小子能不能熬过这一劫，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依你看，陛下此举用意在何？依儿臣看，父皇此举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意在谢家。谢家？你的意思是，他在逼谢家出手？没错，心急便会出错，出了错，就有由头对谢家动手，除非谢家狠得下心舍弃阿慈。外祖父是聪明人，为了整个谢家，他不会趟这滩浑水。如此，就只能看阿慈那边了。阿慈那性子你也不是不知道，他哪里懂得什么弯弯绕绕，就怕是他意识不到自己处境，这才是我担心的。我观阿慈性子已经稳重了许多，而且母后也不必太过担忧，不是还有一个人吗？你是说唐宁？让阿慈和袁安相处一段时间？看来陛下还是没彻底打消这个念头。好不容易打着机会，哪有那么容易就放下的？不过嘛，这未尝不是个机会。要是这段时间内能让袁安公主主动打消这个念头，那事情就好办了。惠避，他是铁了心要和我过不去，只是指望他这边放弃，没那么容易。不过他会让云安知道招惹他的代价。你和池景玉，你怎么了？怎么突然提到他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他脑子好像有病，这种人你还是离他远点儿。分明之前还大义凛然要和他划清界限，现在又表现出一副追悔莫及的模样。迟燕觉得这情节似曾相识，这不是他看过的追妻火葬场的情节吗？按照这种小说常见套路，他该不会是男二吧？你说的对，他脑子的确有病。还好，照目前的发展来看，追妻火葬场的情节应该不会发生了。不过那个池景玉，他还真是越看越不顺眼啊，得找个机会将他揍一顿。你也去陪云安公主逛街？云安怕是存了刁难的心思，我怕阿慈应付不来，我就偷偷跟在后面，若有不对劲也好及时阻拦。我陪你去。你怎么这么慢啊？磨磨蹭蹭做什么呢啊？陪本公主逛街就这么不情愿？公主，东西实在太多了，我怕给您磕着碰着，这才走了慢了些。就这么点东西就嫌多，你可真是没用。没办法，臣只有2只手，也没有3头6臂，还请公主体谅一下。我早说过，小舅子稳重了不少。你瞧，即便没有你护在跟前，他也能独当一面了。他确实长大了。人总是要长大的，兴许就在一瞬间，这未尝不是对他的历练。我知道，他做得很好，我不会冲动的。本宫的鞋脏了，不用你来。沈小公子，擦个鞋而已啊，这种小事你应该也能够做好吧？公主，微臣手上还有这么多东西呢。你把东西给别人不就行了吗？方才一路都没管他，这会儿倒是肯让别人帮忙了。臣看公主逛街的兴致不高，今日不如就到此为止吧。沈小公子这是终于忍不住了，也好啊，那本公主回头只能如实向父皇禀明。又或者，都说池少夫人向来疼爱弟弟，想来应该是愿意代为效劳。
本公主如何？袁安的目的就是为了激怒我。我要是有个什么不敬，对方这才有理由发作，我不能中了他的套。不就是擦鞋吗？公主且等着。本公主这鞋金贵得很，一般的布料恐怕会损坏。我瞧你这身料子倒是不错，不如沈小公子用衣袖擦如何？沈慈的额角青筋攒动。阿慈他在做什么？他居然让阿慈给他擦鞋，他怎么敢这样羞辱他？他的弟弟自小没吃过什么苦，何时受过这样的折辱？就凭云安，他也配？冷静！这个时候我还怎么冷静？你看那边，不远的地方，一个人站在摊前，有意无意观望着云安和沈慈的方向。他是宫里的人，我留意了他许久，见他一直跟着云安，分明是陛下派来的。你这个时候过去，岂不是明摆着送上门？一个不好，还要大胜自己。而且，相信我，婶子不会希望在这时候看见你。他既然选择了忍耐，证明他心中自有权衡。云安，公主的鞋好像擦不干净。一双鞋而已，脏了扔了便是。从前他很少能在沈唐宁手里讨得了好，不过他们不是姐弟情深吗？能折磨他的弟弟，好像也不错。今日就到这儿，本公主心情不错，改日再邀请沈小公子。他喜欢玩，那他就奉陪到底。还好没让阿姐瞧见今天这一幕，否则丢脸就丢大了。沈一心走了，你不是喜欢吃福记的糕点吗？离这儿不远，我去给你买。唐宁，唐宁，他面无表情，转身欲走。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可我并没有什么想和世子说的。光天化日，还请世子自重。你也回来了，对不对？早看你不顺眼了。迟燕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哼，当街就敢对我夫人拉拉扯扯，你真当我是死的？好啊，我也看你不顺眼很久了。迟燕，别打了！你站远点！我今天非要好好教教他做人。那可指不定是谁教谁。哟，打起来了，这瞧着有点眼熟呀。哎呀，那不是状元郎吗？要不要报官啊？热心观众很快跑去通知京兆尹。主子，什么情况这是？你来的正好，快把他们两人给拉开。记着别让他吃亏，记着别让他吃亏。石景玉那文文弱弱的模样，还能让迟燕吃亏？两位大人，有什么不能坐下来好好商量的？元昭假模假样上前阻拦，实则趁乱下黑手，专挑看不见的地方揍。这两人居然合起伙来打他一个，眼见着差不多，元昭这才将两人拉开。既是切磋，应点到为止，世子别太过分。明明是他。韩宁，你快瞧瞧我这张脸毁了没？某些人下手忒黑了，专挑我这张俊脸，真是道貌岸然。这不是在为难我吗？让你难办了，该怎么罚怎么罚。我无所谓。这两人都是朝中新贵，虽说出自一家，却关系微妙，哪个他都得罪不起。但当街斗殴并非小事，况且二人又都是朝廷命官，影响恶劣，若不施以惩罚，明日被御史参的恐怕就是他了。这事既然发生了，那本官也不能当作不知情，只能委屈两位大人各鞭笞20如何呀？这个惩罚挑不出错，陛下那边能给个交代，中途他还可以放放水，不至于将两人得罪了。还成，走路还能走，就是姿势有点别扭。怎么样，还好吗？要不要让元昭来背你？不用，倒也没那么严重。伤筋动骨100天，回去好好补补。这回可长记性了。韩宁，还是有点疼，浑身上下哪儿都疼。那咱们回去上药，你先忍忍。好。迟燕这厮还好意思恶人先告状，说别人心黑，最黑的明明是他。对方下手的地方格外严密，他都不好意思宣之于口。曾经的他本也可以拥有这样的待遇，只是他没有珍惜。世子，你没事吧？嚷嚷什么？扶我上车！前世元昭分明是三皇子的人，如今却跟了他，他不认为这是巧合。不过没关系，他有信心能让他回心转意。
至于迟燕，一个迟早要死的人，不足为惧。云安，你这回做的太过了。沈慈好歹也是朕钦点的探花，你如此折辱他，打的是满朝文官的脸。父皇，儿臣不过就是考验他有没有资格做驸马罢了，这怎能算是折辱呢？这样的事，朕不希望有第二次。另外，朕劝你还是少招惹沈慈。儿臣知道了。行了，你退下吧。陛下，方才传来消息，迟状元和迟侍郎两人当街打起来了。哦，这两人不都是一家人吗？可知道是因为什么？有可能是因为迟少夫人，据说迟世泽当街对他拉拉扯扯，被迟状元瞧见了。沈家女，这沈家女倒也有几分能耐，能引得朕的两位爱卿大打出手。陛下许是忘了，沈家大小姐原先差点就嫁给迟侍郎，也是阴差阳错，许是迟侍郎如今又后悔了。你这么说，朕倒是想起来了。疼吗？不疼。疼吗？不疼，这点小伤哪里就轻点儿。不是不疼吗？那也架不住你下死手啊！如果夫人的力道能够稍微放轻点儿，就没那么疼了。哼，轻了你怎么长记性？我也没吃什么亏，你今日怎么就非要和他打一架，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？今日他当着那么多人就敢对你拉拉扯扯，这还是恰巧碰到我在场。那要是我不在呢？那就算你心里不痛快，也可以套麻袋偷偷摸摸的打呀。现在好了，明日早朝，陛下肯定会问责。你说陛下会更放心一个完美无瑕的臣子，还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的臣子？你是故意的？那倒不是。揍池景玉的确是他临时起意，不过揍到一半他就考虑清楚后果了。听说你二人当街斗殴，臣自知有错，请陛下责罚。回陛下，确有此事。你倒是还挺理直气壮。微臣知错。也罢，你们二人都是肱骨之臣，又是自家兄弟，不可因小事伤了和气。既已受了罚，朕便不再罚你们，只是若有下次，绝不轻饶。说得好听，要是我真和池景玉称兄道弟，关系和睦，陛下您又该不舒坦了。你确定陛下当真没有罚他？没听说呀。那他为何如此？夫君，出什么事了？没什么，我想一个人静静。小姐，真就不管姑爷了？他不想见我，我又何必上赶着？公子，少夫人走了，瞧着很生气呢。他生什么气啊？不知道啊。难道他的计划已经被发现了？不可能啊！去，给我买几坛酒来。公子，少夫人都生气了，你还有心情喝酒啊？你一个没媳妇的人懂个屁呀！出去记得把门窗关好，入了下蚊虫也多了起来，可别让他们钻了空子。小姐，真不管姑爷了？管他做什么，他又不是没地方睡。抱床被褥过去，别说是我的意思。小姐果然是嘴硬心软呐。少夫人，大晚上的你喊什么？发生什么事了？雪清姐姐，公子喝了好多酒，我拦也拦不住。你说他身上还有伤，明日又要上朝，真要醉得不省人事，这可怎么是好啊？你怎么早不说呀？喝了有多少？公子不让我说呀，大概有4、5坛。啊，这么多呀！在外头等着。他自己的身子自己都不顾惜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也不知道会不会打起来。你杵那儿干嘛呢？你不觉得这住得很圆吗？有病吧！迟燕，你就这样糟蹋自己的身子？阿宁，你告诉我，你究竟在和我置什么气？我什么时候投你置气了？那难不成是我在和你置气？明明是你不理我。那你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做什么？还不让我进？我在生闷气。生谁的气？池景玉，他总是对你纠缠不清，我不高兴。他就是个疯子，你理他做什么？阿宁，
你是我的。石夜，你松口。抱歉，阿宁，我方才太冲动了。没关系。那可以亲吗？什？那可以亲吗？什？这是书房。没事，又没人看见。雪清和八两还在外面。石燕，你圣贤书丢狗肚子里了？好像是。你根本就没醉。早知道你会生气，我就喝了2口。好你个八两，我这么信任你，竟然跟我玩阴的！长本事了你啊，和这姑爷一起骗我家小姐！哎，等，好姐姐，我知错了，你先撒个手。雪婷姐姐，你别生气啊。哼，行了，那你给我一个不生气的理由。我说姐姐，你想想啊，公子和少夫人都成亲快1年了，还没有进展，你说换你急不急啊？别的不提，咱夫人那是头发都差点愁白。你瞧瞧这2人，少夫人性子端庄，公子又恪守规矩，生怕唐突了他。你是不知道，公子也是鼓了好大的勇气才敢迈出这一步。这么一说，姑爷好像是挺惨的哦。迟燕抱着沈唐宁出来，眉眼都透着春风得意。他整个人将脸埋在他怀里，只露出泛红的耳朵，看都没看那边的2个呆瓜。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公子这样高兴。去备好热水，厨房这个时候肯定都歇下了。都怪你，你要是传了开，下面的人还不知怎么笑话呢。谁敢笑话？放心，他们不敢。阿宁，你的脸好红啊！你的脸也很红，一身的味儿，快去沐浴。阿宁，我喝醉了，不能自己洗。对不起，怀芷，我好像有些喜欢你了。仅仅只是有这些吗？应该也不止吧。对不起，怀芷，我好像有些喜欢你了。仅仅只是有这些吗？应该也不止吧。我可是有很多很多。那怎么办？看来是我还不够努力。红烛轻轻摇曳2下，在墙上投落朦胧的剪影，暧昧又缠绵。彼时花儿好，月正圆。第几回要水了？第3，不对，好像是第4回。真羡慕元昭，有轻功就是好，想走就走。谁说不是呢？关键人岳峰还比我俩高。够了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今日告了假，在家中陪你半日。怎么了？
还不舒服吗？我看这几日你就睡书房吧。啊？才开了荤就要睡书房？昨晚确实是我不对，你打我骂我都行，可几日会不会太久了点啊？他说了那话后，他实在太激动了，后面多少有些不知节制。好啊，那半个月怎么样？就几日，谁有意见我跟谁急。唐宁，你瞧瞧你那么瘦，就该多吃点，这汤是我让厨房特意给你熬的，对身子呀好处大着呢。谢谢娘。娘，你光顾着你儿媳，怎么儿子是捡来的？别说，这汤还挺好喝的。这汤是给女人家补身子的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那你怎么不早说啊？你还有脸说呀啊！你一副野猪刨食的样子，生怕别人抢似的，你娘我拦得住吗？啊！野猪？他有那么磕碜？你不搭理我，那我去上职了。他走到一半，又迅速冲回来。别生气，等我回来。没脸没品。柳大人，池大人今日心情不错呀。柳大人好眼力啊，最近确实遇到很多值得高兴的事。那是好事。造假案，柳大人还在查吗？之前我入赵狱，为了避嫌，这案子便被移交给了刑部。我去问过几次，看上去进展不大。我回鬼面试和清月坊之间存在什么关联？陛下命我暗查此事，但我与刑部的人又不熟，不如我向陛下进言，这案子还是交给柳大人。你觉得意下如何？好，那就有劳你了。你放心，我不做什么，只是找人罢了。找人？来这里能找什么人？来也就罢了，还是偷偷摸摸的来。坏了，迟燕知道了不得和他没完啊！还好他出发前留了个心眼儿，给8两留了话。夫人这是第一次来，夫人来这儿是想要瞧些什么？我们这儿什么都有。是吗？我想找人。夫人是想要找男子还是女子？什么模样的？男子，一个善口技，会模仿各种声音，还有一个有一手出神入化的上妆手艺。夫人说的是明玉和雨舒吧？成，奴家这就把他们2个叫过来。还真点人呢。怎么，这点场面都没见过？还真没见过。这要是让公子知道了，回头不知道怎么折腾呢。迟燕是不敢拿沈唐宁怎么样，可会找他麻烦呢。你怕他还是怕我？啊，生活不易。夫人想瞧点什么，奴什么都会。站在那就行，靠那么近做什么？你们2个分别展示一下自己最拿手的才艺。你可会模仿人的声音？回夫人，若是听过，便能模仿个9成。那你可否模仿一下他的声音？元昭抱着手臂，本来还有些不以为然，直到听见自己的声音从另一个人嘴里发出，他惊愕地瞪大了眼。果然百闻不如一见。夫人过奖。男子的声音你能模仿，那女子的呢？夫人有所不知，奴练这个有10几年，想靠这门手艺吃饭，须得做到精。莫说女子，男女老少都不在话下。不错，夫人也瞧瞧奴的手艺，准不比他差。好啊，那你开始吧。其实上妆，奴还需要一个人，可否有劳夫人帮忙？聪明是好事，但我不喜欢自作聪明的人。是奴冒犯了，也不一定要人帮忙。夫人觉着如何？别的不说，奴这双手可巧了，再相貌平平的人到了我这里都能变成绝世美人。有这样的本领，只是做个伶人，倒是屈才了。夫人说笑了，人的高低贵贱是生来就注定好的，我们能有什么办法？这是我家夫人赏的。夫人来找我们，目的怕是没那么简单吧？我能帮你们脱离奴籍，可你们又能为我带来什么？夫人不是要找他们吗？怎么这就走了？我是看中了他们的能力不错，但上赶着不是买卖，不能让他们以为我非他们不可。小姐，姑爷回来了，正等着您呢，看上去脸色可不大好。跑的倒是挺快。回来了，思文一个人回来的？不然呢？你想几个人？我可不知道，那不得看你的意思啊？你想我多几个竞争对手？不是，他还真敢想啊！10个8个不嫌多，你觉得呢？
沈唐宁。你要打我？岂有此理！放心，我们公子不是那种人，小两口的事咱就别操那个心。你别拦着我！负荆请罪。哦，沈唐宁和围观的下人都呆住了。你没事吧？怎么说话呢？我是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就和你师徒闹脾气的人吗？虽然元昭语焉不详，但他猜到沈唐宁肯定是有正事儿，但心里多少还是有些不舒坦。下次要去带我一起。不是说不吃醋吗？没吃醋啊，我这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。那种三教九流的地方鱼龙混杂，带上我，这不是多一份安全保障吗？行啊，如果你不嫌麻烦的话。那我今晚还要睡书房吗？书房的床可硬了，睡着一点也不舒服。再说了，你又怕冷，晚上没有暖被窝，可怎么睡得着啊？我没记错的话，这好像都入夏了，还需要暖被窝？哼，姑爷别是以为这种鬼话小姐会信吧？事实证明，这种鬼话呀，他家小姐还真信了。难道你一直想待在这鬼地方任人作践？那位夫人至少看起来不是贪图美色的，这一点可比云安公主强。之后会有人替你们赎身，不该打听的别打听。我家主子不喜欢自作聪明的人。他别有意味看了眼二人，与舒笑容一致，这是在点他呢。公主也是个没心没肺的，娘娘那般疼爱她，如今娘娘病了也不曾过来探望一眼。到底不是娘娘亲生的，养不熟的白眼狼。当初若不是娘娘生下了个死婴，迫于无奈不得不从宫外抱了个孩子回来，如今哪会有她的位置？这是母妃身边宫嬷嬷的声音，她不会认错。对方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她不是母妃生的？这不可能。公主不是娘娘亲生的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这样的话可不能叫人听了去，否则娘娘就完了。放心吧，嬷嬷，这事奴婢保准烂在肚子里头，谁都不说。公主，你方才听到了什么？公主，奴婢什么都没听到。混账！你嚷嚷什么？是想将人都给引过来吗？收拾一下你这没出息的模样，本公主还要去看望母妃，说是敢在她面前露出端倪，我定不饶你。母妃，听闻您病了，偶感风寒罢了。你今日怎得空？女儿想母妃了，不能过来看看吗？那沈家小子现在如何？他眼里掠过一抹恨意。你皇兄死得不明不白，你一定要替他报仇，绝对不能让害他的人好过。皇兄？母妃眼里就只有皇兄，您从来不过问我在外面过得如何。还是你皇兄，你怎能这样想？你好歹还有你父皇撑腰，可你皇兄有什么？他心里不是不愿的，陛下如此狠心，连亲生儿子都下得去手，而女儿呢，对害死他皇兄的人一口一个父皇叫的亲密，竟然毫无芥蒂。母妃是不是心里在想，如果当初死的人是我就好了？如果死的人是我而不是皇兄，母妃都不会这样伤心。就混账，滚！我不想要见到你。公主，这是怎么了？娘娘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本公子就生了个这么个混账，下回别再让他过来。云安只听到后半句，一颗心沉入谷底。母妃压根不在意他的死活，他如今的靠山只有父皇。要是让父皇知道了这件事儿，不，父皇永远不会知道。你怎么确定此计万无一失啊？万一他直接和丽嫔对峙，那不就露馅了？云安当了10几年的公主，享尽荣华富贵，可以说是顺风顺水。突然得知这一切其实是他偷来的，你说他敢去对峙吗？丽嫔才经历了丧子之痛，从宠妃到被打入冷宫无人问津，这对他的打击不可谓不大。这样的情况下，他哪还有心思去关注云安？可陛下并非好糊弄的人，若没有实际证据，他怎么相信云安不是他的女儿呢？云安心里已经埋下怀疑的种子，那么接下来他势必会有所行动。
要么试图调查真相，要么让这个秘密永远暗无天日。只要他有所行动，那便是坐实了他的心虚。陛下这人疑心重，事关皇家血脉，更是容不得半点混淆。能在宫里生存这么多年，丽嫔的手上未必干净。只要有心查，总能查出些什么。你可打听清楚了，母妃当年处死过一名宫女。奴婢问的是娘娘宫里伺候的老人，应当出不了错，而且时间和公主出生那会儿也能大致对上。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节点处死一名宫女？只能是杀人灭口。这么说来，她当真不是母妃的女儿？公主，奴婢伺候公主多年，对您忠心耿耿，奴婢发誓半个字都不会泄露出去。采莲，若是此事走漏半点风声，你知道本公主的脾气的，你乃至于你的家人都别想活命。明玉，咱们这是掉进龙潭虎穴了呀！没想到那位夫人来头这么大，连皇宫都能出入。这未必见得是什么好事。你难道没发现我们被圈禁了吗？这有什么？咱们知道了这么大的秘密，被看管起来，不是也正常？我瞧着那位长公主倒是个不错的靠山，等我巴结上了她，下半辈子岂不是衣食无忧？别乱来，前途重要还是命重要？果然不出主子所料，那个叫雨舒的，一看就不是个安分的。敢打长公主的主意，倒是勇气可嘉。那要不要给对方一点颜色瞧瞧？暂时先别动，还有用得着他的地方，盯紧点便是。不过这回倒是欠了长公主个人情，将这个交给沈慈。阿姐可有说些什么？You do deserve it. 人果然是贱骨头，沈小公子这是好了伤疤忘了疼。说起来，我与公主往日也没什么过节。若公主真看中了我，不妨趁这段时日好好培养一下感情。若是没看上，大可一拍两散。回头陛下那里，臣也有个交代。既是要讨本公主欢心，那就别哭丧这一张脸，瞧了让人晦气。沈慈盯着他的背影，眸光不动声色，添了几分冷。挥动马鞭，他也紧跟着追了上去。公主莫要再往前了，密林地势复杂，说不定还有野兽，万一伤着了公主，可没人担得起这个责。是啊，公主，沈大人说的有道理，别再往前了。光天化日能出什么事儿？一群贪生怕死的东西，都别跟上来。这，我跟上去看看。有劳沈大人。公主，慢些。真扫兴。于安听见他的声音，唇角向下撇了撇，狠狠抽动马鞭，马儿跑得更快了。沉浸在兴奋中的他并未发现，他身下的汗血宝马状态已经有些不对。沈慈笑意幽深，安抚地拍了拍自己的马。这林中生了一种名叫赤尾的花，香味馥郁，对人没什么影响，但却能让马兴奋躁动。停下！该死的畜生！狂躁的马慌不择路，载着他没有目的的四处乱窜。公主小心！快走！臣救了公主，这就是公主道谢的方式。要是你早些来，本公主也不至于受伤。你方才是故意躲在后面瞧热闹的吧？随公主怎么想。横竖您都看不惯微臣，那臣也不留在这里碍公主的眼。沈慈，横竖您都看不惯微臣，那臣也不留在这里碍公主的眼。沈慈，你要是胆敢把本公主一个人丢在这荒郊野外，本公主让父皇诛你九族。起来！我要是能动，还用得着你说？上来！为何不是用抱的？
相信公主也不想时刻瞧着微臣这张脸吧？巧了，他也不想看见他。少年的肩背意外宽阔，袁安别过脸，脸色略有几分不自然。她并非未经人事的少女，男女滋味她早就尝过，但这样单纯的接触对她而言倒还是第一次。沈唐宁这个弟弟倒是比她顺眼许多，但沈慈的性子也倔，若是能恭顺些，兴许他可以留他一命。你这带的是什么路？怎么绕了半天还没走出这破林子？早说这密林地势复杂，公主自个儿要往里闯，如今又怨得了谁？你还敢顶撞？你别忘了你的身份。二位这是迷路了？